家里女儿都安排好了吧？从我爸妈那儿，我媳妇儿也请了几天假，都在我爸妈那儿住着。洪亮，在519案件的侦办过程当中，你起到了一个骨干的作用，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组织上对你的表现是满意的，但是，在131枪击案、谢鸿飞坠亡案当中，你也犯了一些错误。尤其是当你察觉到江旭东和江远有可能涉案的情况下，并没有第一时间向组织上汇报，所以这个情况你得向专案组说明，后续组织也会对此核查，希望你积极配合，相信组织。好。想问一下，我还能穿那身潜伏吗？洪亮，你自己还愿意穿吗？如果你现在就穿上这身简服，我觉得你还挺帅的。将头发装上卡格斗，心头上有件事，那不见孟婆不得过，自我陪伴，死了别车在走着。你们谁呀？警察！组长，各组已就位，岗亭已控制，大门口监控已关闭。1组、2组从正面进入，3组负责封锁所有进出口。收到。收到。收到。
收到。注意，嫌疑人具有一定危险性，可能持有武器，大家注意安全。哎哥，大门口信号咋没了呢？老贾，你看一下大门口那个监控咋回事？没画面了。大雷哥，线路出现了问题，正维修呢。哪里有的啊？别先讲哪儿任务。警察班，请配合我们工作。把所有的监控拷贝带回专案组调查。别动！手上不动！别动！老贾，咋回事？你监控咋回事？老贾，看一眼。有警察哥！啊！咱们干了！你呀，出！他们俩了！你往上快走，赶紧！查！有警察来了！救命啊！救命！警察同志，他们从这个门出去了！叫救护车，解救2名人质。发现可疑人员，向垃圾回收区逃离。收到，2组立刻支援。无人机监测回收区全部出入口，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汇报。警察，别动！站住！坐下！站住！别动！别动！坐！站住！小来！站！站！别动！别动！站住！站住！不动！好，起来，跟上。坚持一下，二查，咱得救了，政府来救咱了。戴东明，你弟弟在隔壁已经全撂了，你还打算扛着吗？不信是吧？这你弟弟招的。你们俩受熊磊指使，杀害雷广发并焚尸，绑架拘禁周彪，暴力殴打邵小燕，并威胁他人作伪证，还有杀害乔振兴，并抛尸永清河。不管你配不配合，交不交代，这些材料够判你了。你以为熊磊救得了你吗？他跑了，他迟早也会被我们公安机关缉拿归案。没有人逃得了法律的制裁。你现在交代，还算你主动配合认罪。你要是为了这个熊磊还死扛，我就没什么跟你说的了。你考虑考虑。你等会儿那个，我问一下，如果我交代的话，
算立功吗？为什么杀害乔振兴？你刚才提到，熊磊，其实他本名叫王大有。10几年前，他就在万海的矿上开枪杀过人。当年办他这个案子的检察官就是乔振兴。后来他在监狱蹲了有1年多，就弄了个保外就医，就出来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就搞了一个假身份，摇身一变，变成了熊磊。本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，直到几个月前，熊磊去程子健的律师事务所，刚好碰见了来办万海案的乔振兴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怎么了？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您是？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。乔主任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总觉得这位先生有点面熟。是吗？有缘啊！这是我一客户，熊总。哦，您好。你好。熊磊也认出他就是当年办枪击案的检察官乔振兴。这个人不能留啊！万一真要是认出来的话，这就是个祸害。他说，就得把他办了。在万海案开庭当天，我们以万海案知情者的名义，说手里有关于万海案的新证据，约他单独到中兴路的金海歌厅见面。哎，老黄，你先方便吧。喂，老黄，你在忙吗？老黄，我们看到他在打电话，以为他可能是察觉到了什么，我们就扑了上去。乔主任，走一趟吧。乔主任，还记得我吗？我是王大有啊。乔主任，今天啊，请你来呢，想让你帮个忙，给我录个视频。什么视频？你看一下啊，嫂子，你女儿，好像正在逛街啊。干啥？哟，巧了呀，你女儿正在给你打电话呢。你要是录了这个视频，你媳妇跟孩子就能回家了。要是不录这个视频的话，你媳妇和孩子就回不了家了。
我叫乔振兴，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。今天是万海案开庭的第一天，我也活不下去了，因为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。乔主任，谁让咱俩又碰上了呢？谁让你又认出我是王大勇了呢？要怪就怪你命不好。我们接到了一个举报，举报乔振兴在去年的年中收受了巨额的贿赂。开发区分局的人从老乔家里搜出了现金。我这么做是在保护你们，小梅，你就认命吧。乔振兴呢是一个人驾车到了林业局水库，然后喝完了这一整瓶白酒。在死者的肺泡脏器中检测出了高浓度的硅藻，可以推断是溺水死亡。我之前告诉过你，要相信司法。我叫洪亮，是管职务犯罪的。是江旭东副主席的电话，你给他回一个。我们这次来，是为了复查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，深挖隐藏在背后的政法系统保护伞。申诉啊，是有代价的，除了耗时耗力，一旦失败，减刑会有很大的变数。咱爷俩跟他们干到底。王海，走，取药。是。真的要感谢你，就是我们那个131那个事儿，你不是跟张姐会报吗？怪我打你小报告。真是没有。我想说的是真诚的、赤诚的感谢，因为如果你要不跟他说的话，我就陷于被动。正因为张姐提前了解这情况，所以我今天还能站在这儿跟你一块儿去调查。所以说我呀，就是对亚平组长这个敬仰，真是滔滔江水，还必须得吃。哎，老马，马上到，马上出。万海突发心脏病，死了。啊？根据海东省委政法委指示，对于万海死亡事件的调查权移交给519专案组，务必查清、查实、从快。现决定马上开展对万海死亡的相关场所进行封锁、勘验、
以及对相关工作人员的询问工作。万海身体一直没有大的问题，有些基础病，但还算稳定。昨天得知儿子万朝被救下之后，情绪有些波动。对了，他跟管教申请了纸笔，说是要写一份情况说明。我们在监视中找到了这种材料，只有一个开头，没有有效信息。当晚是我在值班，听到万海同监室的犯人求救，我第一时间赶到。万海当时捂着胸口，看上去特别痛苦，我就直接把他送到了医务室。初步诊断他是急性冠心病发作，我们给他注射了硝酸甘油，扩张他的冠状动脉血管。但凌晨6点钟的时候，病情突然恶化，我们马上又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抢救，最后抢救无效。万海收监之后一直在接受长期治疗，我按照药方给他定期开药，一直都没出现过什么问题。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进过药房？没有，监狱规定了，都是到了时间，我把药物亲自递交给病人手上的。放弹，再放弹。组长，护士撂了，是他换了万海的药，直接造成了万海的死亡。哎呀，没办法，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啊！这样，你先过去，等办稳妥了，大友再过去。老师，对不起。我没干好，您多保重身体，我会回来的。小龙，你手里那录音。您放心，录音搁我这儿不会出问题。还是放我这儿吧，路上不安全。老师，这东西还是搁我自己手里，我比较踏实。怎么了？连老师都信不过了？这是我保命的东西啊！您信我吗？儿大不中留啊！老师，那个小龙，您放心，他不敢害您的。可他手里呀，握着我们的命门呐。那东西会要我命的。大友，保他的命，还是保我的命？你自己选吧。老
队长，小荣他应该是一时糊涂，我劝劝他，我去把他那个迷失的好兄弟，你去送他最后一程，啊，老师啊。感谢你们给我一次跟组织交心的机会。如果今天你没有叫我过来，我也会主动的跟你们聊聊的。扪心自问，我在做新厅厅长期间，我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问题。我对党、对组织是忠诚的，对法律更是忠诚的。我自问，在法律的天平上，我秉公执法。但可能犯过一些小小纪律性的问题，违背了做人的原则，但至少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。但我今天我想重点跟组织谈一谈谢鸿飞的问题。如果你们已经开始调查了，就当我今天的话没说。谢鸿飞罔顾刑法，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万海提起公诉，并提出了不当的量刑建议。当然，在这过程当中，我也有失误，对谢鸿飞移交的起诉书审查不足，我被他带偏了方向，最终做出了错误的裁判。我事后才知道，谢鸿飞徇私枉法，故意为之，都是我的错误。我坦白。咱两人都苦孩子，也没个家，多亏了老师收留了咱，给了咱一个家。有了家嘛，啥也不怕的，是吧？可惜，家散了。小荣，你说你为啥录那个音？为啥？从小被人欺负怕了，养成习惯了。啊，哎，听哥，把那东西给我。他让你来的。我看毛成，他不敢伤害咱。你先走，你把地方安顿好，随后我就去找你，咱俩远走高飞，再也不回来了，行吗？你手里的那东西，它就是个雷，你给我干啥？干啥呀？我保命啊！你说你咋就那么不信他呢？他信我吗？他信过任何人吗？那咋没有啊？那他要不信，那咱俩能有今天吗？哟，哥呀，你啥脑子呀？哥，最近经常在想。咱俩要是没遇见老师的话，咱俩现在是啥样？背着个杀钱，吃不起肉，喝不起好酒，
至少不应过现在这种混蛋的日子。我从来不会为我干过的任何的事情后悔，真的。后悔没用。你刚才问我，你说我为啥留这东西？我因为它让我感到安全。看看这东西到时候能不能救咱俩的命。哥，你说的对。你说咱俩出去能干啥呀？话说不通，我菜吃不惯，我连他妈上个厕所咱俩都不知道去哪儿。所以啊，哥，你想想，没准这东西就会成为以后咱俩那个饭票。你还说我，你还怨我，我想没解决你别让我再见到你！你快滚！哥，你揣着3本护照还都是假的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哎呀，红亮，哥错了，犯错误了。作为一个公职人员，我不应该去买假护照。我确实错了，违规。我也不瞒你，我想去趟香港，给孩子上个保险。你像这种事儿跟组织说，他不会批我。再说这个事儿我也不能跟别人讲。哎呀，但是今天这个事儿说起来，我真的谢谢你呢。如果要不是你拦着，我就是错上加错呀，我这个错误就犯大了。不用谢，咱俩扯平了。嗨，我相信孙局，你一定也明白，说我们今天请你来，肯定不是说就因为这3本护照，或者说你想私自出境这个事儿。前2天呢，有这么一个人，哎，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上，啊，他指认你了。他呢，你应该很熟悉，是你的老部下，他叫江红军。
啊，你不用再说了。他咬我了，是吧？这么说吧，你们要是没有真凭实据，你们也不会抓他。啊，如果他不咬我，你们也不会把我请到这里来。但是，我想问你啊，洪亮，你觉得哥是这种人吗？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，多不容易。别人不知道我的为人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哎呀，当领导的总是领先一步啊！老书记，对不起，让您久等了。嘿嘿，好在早到晚到，不差事儿，我们还能在一起看风景啊！老书记啊，当年东平一别，到现在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？10多年了吧？我们都老了。我是老了，可您看上去还是风采不减当年呢。当年我还以为我们从此就各行其道，老死不相往来了。山不转水转，这说明什么？啊，老书记，说明啊，咱们这是有缘分的。可是不管怎么转，猫还是猫，树还是树啊。李总啊，人老了就要服老，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活法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他们的路最好还是让他们自己走。啊，我听说于总弄了个庄园，养马种花，锦衣华食，这样颐养天年很好，知足常乐吧。这小远跟你说的吧？说起江红军，这个孩子本质还是不错的，啊，非常好。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年的829大案？那个犯罪分子那当时多嚣张，拿了2把自制的5连发呀，背了几百发子弹跟我们对射啊。那天是我出的警去逮捕他，我一脚就把门踹开了，那个子弹真的就在我耳边往后飞呀。当时江红军突然间就把他给扑倒了。江红军就是因为这个立的2等功，啊，回来之后我们给他提了大队长。那就是说，其实孙局你对他还是很认可的。那当时非常认可的。那你分析哈，因为你熟悉他嘛，这样一个民警是怎么能够说一步一步走来走去，最后走到你现在这个位置上的呢？我坐的这个位置，你现在你还不能定性。那是，他怎么走到这个位置上来呢？我这么跟你讲吧，他自从当上这个大队长之后，他慢慢的他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圈子，这个社会关系就变得极其复杂。说真心话，我对他交往了什么人，啊，和什么圈子打交道，我真的都不是很清楚。听明白了，就是说，其实你们俩，慢慢的私下的接触没有那么多了。那不管怎么说，就是你们俩当时啊，上下级一场也好，还是说兄弟手足情深也好哈，那他怎么还会说，坐到这儿，把你给指认出来了呢？这个，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当了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。怎么讲？在进党委的这件事情上，几次我都投了反对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太江湖，
我想再锻炼锻炼他。当然了，这个事儿我也直接跟他讲，我说你不能这么江湖，啊，你是人民的公仆啊，你是一个执法者呀，你不能总讲这个人情世故。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事，他对我产生了怨恨，他甚至还会说，就是我呀把他拉上了这条船，而且还不止一次的讲，我非常痛心。所以接下来关于江红军对我所有的指控，我都不予回答，因为都是诬告。老书记，我知道，您今天找我来是为了什么？其实啊，这些年我也不太管事儿了。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！于天成，你别跟我装糊涂。你要是真想退休，就凭江源几句话你就不退了？你是什么人，我还不清楚。50%的利润，你就敢铤而走险？100%的利润，你就敢践踏一切法律？现在有了这个铜镍矿，我看你啊，就敢杀人放火。可是我要提醒你，现在不是10多年前了，党纪国法不容践踏。你要是再玩你们那一套，我相信你会连老本都赔进去。你还想再把我们家卷进去一次啊？我出事了！我出事了，妈！我开车撞死人，怎么办啊？你个混账东西！你哪来的车？啊！谁让你开的？喂，我于天成。你儿子把人撞死了，醉酒、无照，再加上撞死人，江书记，这至少也应该是7年吧。我们现在在平南大道，您赶快过来吧。我还没有报警，你现在过来，江书记，人可以算是我撞死的。于天成，没想到你动了这么多脑筋，最后动到江远头上了。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？怎么，江书记，你就不想想你儿子的后果了？啊？你们过来就都明白了。江书记，经过调查，肇事车辆的司机不是江远，您可以先带他走，后续需要配合我们再做个笔录。去，慢点。老书记，什么新能源，哪是我这把老骨头能弄明白的？小远有知识，有雄心，想干一番事业，我真的只是陪着。还有万海的那个案子，你就是让我绞尽脑汁，我也想不出这种点子的。我的儿子我了解，
要是没有你在背后煽风点火，他能这么干吗？他是让你给利用了。好吧，于总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干，才肯放过江远，放过我们家？老书记，谁放过谁呀？那座矿山本来就是我的，事情发展到今天，我们都说不了手。我和我的学生，包括你，早就被裹进去了，而且是被你们家江远给裹进去的，不是吗？实话跟你说吧，江远在3年前就开始布这个局了。你那个儿子，你真的了解他吗？那，咱不能在半山腰待着吧？走吧，继续上山，啊！江书记，你可是真够狠的，就这样把我赶出东平了吗？你可以不接受啊，但是你要搞清楚啊，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你，否则你就是杀人犯。监狱和离开东平，你选吧。我可以接受，但是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。别得寸进尺啊！开枪那人叫王大有，我把他当儿子，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，这样我马上就离开东平。景明同志打电话说要来汇报东平的政法工作，我想还是请张放同志一起听听。那2位领导我就直说了，东平接连出问题，给组织添麻烦了。前几天我也是一时心急，就给张检和书记打了电话，一是想了解情况，再就是想更好的配合工作。确实有些唐突，前几天又出现了突发情况。我这个做下级的实在也是坐不住了，只好直接跑来找2位领导请指示。景明同志，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。现在是雷声震天，你如果还在睡大觉，你不找我，我都要去找你。根据现在东平的情况，省政法委已经组织了专案组，前几天专案组已经进驻工作，这个你已经知道了。所以，希望你们提高政治站位，放下坛坛罐罐，严守办案纪律，密切配合好专案工作。蓝书记，前期的工作没有告诉你，是出于组织的决定，还有办案的需要。专案组已经对公安系统的2位干部采取了强制措施。
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核登录。这个我已经清楚了。虽然我们按照中央、省委的要求，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，18大以来，更是从严管理、从重处分、高标准要求，可还是出现了这么多问题，这是我这个政法委书记的失职。回去我会向市委汇报检讨，接下来一定配合专案查办工作。建明同志，你有这样的态度，我很高兴。相信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能够取得成功。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，所以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，把纪律挺在前头，常抓不懈，久久为功。我们共同努力。我们顺着程子健这条线摸到了陈胜龙以及天龙集团的所有信息。目前，天龙集团是东平市首屈一指的大型企业，最近又开始涉足新能源产业，这就和万川矿业产生了联系。怎么说？天龙集团要买下万川矿业，当时管委会的副主任柳运还带着他去考察过，但是没有谈成。啥回事？就在咱们专案组到来之前。矿山事故发生之前。您接着说。15年前，他因为一起交通肇事被判刑，坐了1年的牢。出来以后，他就去了一个叫大成矿业的公司做了业务经理。2年以后，成立了天龙集团。他这2年发家够快了呀，那他这公司就一点异常都没有。当时公司成立的时候呢，注册资本是1个亿，可我们调查发现，没有其他公司注入资金。完全是陈胜龙本人100%出的资，没学历没背景，他白手起家啊。还不止这些，天龙集团在东平一直从事的是房地产开发和城市改造，东平好多的楼盘，有知名度的，全部都是他们开发的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都西山这个项目，目前是东平市最高端的住宅区。大都西山不是你之前去的那个地方？所以，我们对大都西山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，结果发现，东平市不少司法人员在那儿都有房产，包括孙飞、温琴、江红军，还有李仁俊，但落名是他的妻子柳运。这位陈总倒是对东平的领导都很上心啊，这都快给他建成家属院了。现在把焦点放在陈胜龙身上，黄老师，咬死他，有任何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我。2位组长，张检电话。散会吧。张检，我是郑亚平。你好，我是洪亮。刚才严书记已经把专案组进驻的事情告知了东平政法委，你们现在已经转入阵地战了。也不用再投鼠忌器，现在应该尽快的撕大口子，快速突进啊！不要给他们以任何喘息的机会，防止他们相互勾结，订立攻守同盟，给我们的办案增加难度，知道吧？请领导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。好。领导，我今天回来了。你晚上回来一趟，我就在家2天，你看着办。接着通知了，看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，来势汹汹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
据我了解，你应该是不会引火上身。孙飞、江红军这2块料都是我的手下，都抓进去了。什么原11部是干什么的？全员出动，查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？我能脱得了干系？那你怎么还坐这儿这么淡定，感觉置身事外了似的？这话得这么说，孙飞、江红军干的事儿，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。他们这种害群之马，早就应该接受组织调查。那你不得有领导责任吗？我承认我有领导责任，我可以接受任何处分。老徐，咱们办过那么多案子，拔出萝卜带出泥，见的还少吗？你这话没错，可是我跟你说啊，就这俩孙子，我早就看他们不是好东西。专案组来了，我绝不能躲。我要是想躲，我一早就躲得远远的了。你能躲，我就没这觉悟。就这门外边这些人，有多少人，都是谁在往里头，我都不知道。我躲不了啊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主动找专案组说明情况，还是检举揭发？这不就是拿不定主意才来找你聊聊吗？老弟啊，哥哥我比你年长几岁，毕竟多吃了几碗干饭。这次专案组来势汹汹，不像是只走个过场敷衍了事。越是到这个时候，你可越要想清楚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不只是这风？东平这些年也刮了不少风，每次风来的时候，不都是天昏地暗啊？所有人都认为要改天换地了，结果呢？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太阳照常从东边升起，东平还是原来的那个东平。但我这次觉得，东平不能再是原来的东平了，很多问题早应该从根源上解决了。反正我是把这件事情的可能性跟你大概的阐述一下，拿主意的还是你。咱哪说哪了啊？我还有个会，我先走了。哎呦，爸爸！哎呦，好久不见，爸爸，红亮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呀？蓝书记，爸，兰姨，那你们聊，我去哄豆豆睡觉去。好好，给兰奶奶再见。哎呦呦呦呦，要来了！哎呦，奶奶晚安。哎呀，晚安晚安，来来来，走。快去。嗯，你们聊啊。洪亮，哎。哦，书记，我去省政法委办事儿，结束了过来看看老领导。哦，真好。我先跟徐东同志汇报一下，前一段时间我们还是指导组呢，那时候在东平工作，书记呢专门请我们指导组吃了个饭。就我私心认为啊，是因为我在，所以书记才安排这顿饭的。席间，第一句话，书记就向我问候您，很惦记您，非常温暖。老领导是我的恩人，都是应该的。向您学习。行了，你坐吧啊。好。今天我见到严书记了，他跟我讲让我多配合你们的工作。这我还没回到东平呢，就这么巧在这儿就碰上洪副组长了。那我这私的公的都有了，向你报个到。哎呦，可不敢，可不敢。真是这样，您指示。
工作上需要我配合的，你随时吩咐。我们东平的工作，也希望你们不吝指教，多多帮助。谢谢您的支持。你说这领导让我们支持配合，我呢就是希望我们俩先多沟通、多交流情况，彼此呢多体谅，相互支持对方的工作，把双方的这种工作热情都调动起来，才能更好地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。明白。但是洪亮，跟你说句实话啊，我现在心里没底，我不知道怎么能精准地配合好你们。老书记，你就说这万海案啊，首先我不知道我们错在哪儿了，事故的处理呢是不是也有问题，包括孙飞的情况都不太清楚。你觉得哥是这种人吗？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，多不容易。别人不知道我的为人，你还不知道吗？